Hello，大家好，我是赵景志。今天这期视频给大家做的是用 VPS 来搭建代理节点的教程。老规矩，我们先到博客去看一下文章的内容。这一篇文章的话是 VPS 的推荐。如果你还没有 VPS，又计划购入的话，那推荐你来看一下这篇文章，来选择一个比较适合的 VPS 提供商。如果你已经有了的话，你可以跳过这段说明，也可以选择参考一下。我这里简单讲一下，针对国内外不同的环境和需求，你需要选择的提供商会有点区别。对于国内来讲的话，如果你需要去搭建国内备案的服务，那你肯定只能选择国内的提供商，主要的话是腾讯云和阿里云吧，这两家。国外的 VPS 是没办法备案的。另外的话，如果你想去搭建一个稳定，另外又有高速网络的代理需求的话，那推荐你用斑瓦工的 VPS， 他们家会有支持 CN2 的高速回国线路，这个是比较友好的，而且他们家的性价比一直都很高，会比较推荐你去选择这一家。如果你只是单纯的想去尝试去搭建或者一些比需要灵活性的学习搭建的话，那我推荐你用这两家。这两家的话，我自己也在用，通过链接可以去获得一个$300的体验金，这家的话是$200，但是这一家只有1个月，这家是2个月，你可以去分开去注册和体验。这一家的话，它的节点会比较多一点。如果你实际要去用的话，我还是比较推荐这一家。这一家的话，它的节点会比较少一点。这两家只推荐去做一些灵活性的测试啊、体验。实际去搭建的话，还是推荐斑瓦工。但是斑瓦工的话，它只支持年付，这个需要注意。这里我总结了一下，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去选择一款。OK，那我们下面就进入我们今天的主题，搭建代理节点。我们先去看一下文章。在开始实操之前，如果你觉得我的教程还不错，也喜欢看这一类新手教程视频的话，麻烦帮我点个关注，点点赞，我会努力做出更多优质的教程视频。OK，废话不多说，我们下面就开始实操。这边的话，我用这一家来给你们演示一下。这里的话，我已经创建了一个 VPS。正常你们去通过链接注册完成之后，你们先要去到这个账号这里，这个信息的话其实不用管，去这个支付方式这里，去绑定一下你的信用卡，或者用阿里去充值一下。信用卡的话是不需要扣款的，所以推荐大家有信用卡。如果没有信用卡的话，只能用阿里去支付一个最低金额，然后你就会获得$300的体验金。这个的话1个月内你随便怎么用都可以。OK， 那这里的话我再给大家演示一下，这里去创建一下。这里如果大家看不懂的话，可以用自己的浏览器翻译一下啊。让我们去部署一下。这里的话，它会有一个试用版的界面，这个界面其实是有问题的，我们去切回到旧体验。OK， 这里的话，正常体验金的话，你就随便用专用的 CPU 就可以了。如果你实际需要去付费的话，推荐你共享 CPU 就够用了。然后它这里的节点是非常多的，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习惯性的话喜欢用新加坡的，你们自己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去选择。这里系统的话，如果你是一个长期来跑服务的一个服务器的话，推荐你用 Debian， 比较稳定一点。这里的话，它的一些基础配置，我们正常普通的服务用这个就行了。但是你体验金的话，你可以去尝试一些更高配置，也都可以，反正够用，肯定够用。这里会有一个收费的自动备份，这里我们可以去手动去删掉它，取消掉它。
OK，然后这个地方设置一个主机名就可以了，这里大家自定义就可以。然后我们立即部署，然后它在安装，我们等它安装完成。OK， 安装完成了，我们点进去查看一下信息。这里会有它的 IP 地址、用户名和密码。然后我们来通过这个 SH 来连接。先复制一下它的地址，然后用户名直接输一下，复制一下密码，粘贴进去，连接。连接不上，它这里提示了，可能需要等一下。我们再连接一下试试。这里还是连接不上。这里的话可能会出现一种情况是什么？它的 IP 会被封掉，因为这个提供商的 IP 之前的话被国内大量的去做代理节点，所以它很多的 IP 都会被封掉。这的话，如果遇到这种情况，可以选择直接去把它删掉，然后重新安装一下就可以了。重新去搭建一个就可以了，我们直接把它销毁掉。我们在这里删掉它。这里我就用之前部署好的一个服务器来演示操作。这里把它关掉。我们用这个服务器去登录。OK， 这个登录成功了。好，这样我们就登录进来了。让我们回到这个教程。那我们通过命令一键去安装。我们是通过这个脚本去安装3XUI，因为原版的 XUI 已经停更很久了，所以我们用这个新版本的3XUI 去部署。它安装过程我们可以去看一下这个项目。这里的话，它提供了多个安装方式，你可以一键去安装，也可以指定的版本去安装，还可以手动的去安装。它也提供了 Dunk 的版本，根据你们自己的需求去选择。我这里推荐的话就一键命令就可以了。OK， 我们回到这里。这里的话，它会要求你去设定端口，我们这里默认吧，先。对，这里它就会输出你的用户名、密码、端口，还有你的访问路径。我们这里可以点击它来直接访问试一下。哦，这里还访问不了，因为它的端口还没打开，这里大家要注意一下。这教程里忘了添加这个端口，我后面再补充一下吧。现在呢，我们要去它的那个控制面板，我们输入XUI，进入它的菜单栏，然后我们选择防火墙21，进入。我们可以去选择3，开放端口。
我们把80逗号443逗号，然后对应的我们的端口号23919。OK， 它端口就开出来了，我们再来试一下。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访问了，我们就访问成功了。然后我们再通过用户名和密码复制一下。我们直接登录。OK， 这样就登录进来了。这边会提示链接不安全，因为我们还没有安装证书，这里可以先不管。我们把这个拉出来看一下。然后我们回到这个文章，这里的话，如果你只是测试或者临时使用的话，我这里推荐你用这个协议来做一个快速搭建。这个协议的话，大家推荐用这个协议比较安全一点。我们这里的话，直接到入站列表里面。然后添加入站，它默认的就是 VLS， 然后这里选择 Realtek 就可以了。然后这里我们要去自动的获取一下证书。这备注的话，大家随便备注，不备注也行，无所谓的这个。让我们添加一下，这样的话一个简单的代理节点就搭建完成了。然后我们可以通过这里的打开它，通过二维码或者它的订阅信息导入到我们的客户端，就是我们测试一下看一下。我们粘贴进去，然后测试一下。这里没有连通，这里是一个什么问题呢？我们这里的端口没有同步去开放，这里的端口是46681，我们再去把端口开放一下。我们还是输入XUI，把菜单栏拉出来，输入21去设置一下防火墙，然后3开放，是46681对吧？对，46681。OK， 开放了，我们再去刷新看一下。重新测一下看看。OK， 现在它就有延迟了，说明我们已经搭建完成了。然后这里的话，我们还可以去配置一下加速，它有脚本自带一个 BBR 的加速。然后这里我们可以先输入0退出，然后再输入23，再输入1去开启 BBR 的加速。OK， 这里提示成功了。我们这里可以代理看一下。现在的话，我应该是无法访问的。这里我是加载不出来的，加载不出来。我们把这个代理添加上那个代理。那这里就访问成功了，速度还可以刷出来，是吧？然后一个基本的节点搭建的话和应用就已经完成了，还是比较方便和快捷的。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如果你想长期的去运行和配置这个代理的话，建议这里去配置一个 SSL 证书，因为它这里会有一个不安全的链接嘛，我们要去安装证书，使这个链接加密安全一点。然后这里的话提供2种方式，一种方式的话，它脚本会自带一个 SSL 证书的安装程序。另外的话就是用 Cloudflare
这个的话是建立在你用 Cloudflare 的域名。然后我们先来用这个脚本自动安装的一个自动续费的一个3个月的证书。这的话前提的话是你肯定需要一个域名，因为证书的话正常都是绑定域名的。这里要注意一下，在使用 Cloudflare 域名的时候，解析的时候要把小黄鱼先关掉，否则可能会出现证书申请失败的情况。然后我们先到 Cloudflare 去看一下。我们选择一个域名，做一个指向服务器的域名解析记录。先把 IP 复制一下，然后添加一个 A 记录。这里的话大家自定义就好了。这里就代理忘了关，这里代理忘了关，我们先关一下，然后点击保存。OK， 我们这个域名就指向我们的服务器了。然后我们现在来用自动的脚本安装证书。我们回到这里，我们先按0退出，然后按18去安装 SSL 证书，输入get SSL， 然后这里需要输入我们刚刚绑定的域名。端口默认80就可以了。回车确认。回车确认，这个是把对应的证书放到我们的控制面板里面去。OK， 我们看一下。我们回到面板，这我们重新登录一下。刚才我们没有保存账号密码，我们重新去呼出一下菜单了。我们先退出，我们输入10，我把信息重新输出一下，复制一下。OK， 我们现在登录进来了。这的话，我们回到面板设置，证书是在这里，还是空白的。然后我们需要去设置这个域名，然后还有证书。这里证书的话，我们可以通过这个命令直接去导入。我们回到菜单，这里我们选择18 SSL 自动导入到我们的面板里面。这里面选择5。这个的话我之前有设置过一个域名，然后这里我们需要的域名是 VP。确认好回车。OK， 它这里就提示这个证书路径已经上传上去了，是吧？然后我们刷新一下看一下。然后它就安装了证书，它就会提示这个不安全，没有关系，我们继续访问，因为我们证书和这个路径访问的不一样。
OK， 说明它证书肯定是上传上去了，对吧？证书已经在这里了。然后我们现在要去把域名证书对应的域名放上去。OK， 然后这里端口的话，这里要注意一下，对应的，你如果用 Cloudflare 的域名的话，你这里的端口一定要用对应的它的回源端口，这里所以我们要改一下2053，这里大家随便挑一个就行了，我这里就举例2053。然后这里的话就是跟目录，就这个后面的目录，我们可以直接把它删掉，也可以自定义一个，或者自定义一个 VPS， 对吧？都可以。然后这里这样的话，我们先要去保存，然后重启面板。正常重启后你是无法访问的。我们这里先看一下，我回到这里。现在改成域名之后，它的 IP 就不能正常去访问了，我们要改成我们刚刚设置的域名才能去访问它。这里我们要改成我们的域名去访问。端口要改成我们的回源端口。OK， 这样就访问成功了。然后证书也已经有了，我们可以看一下。这样就 OK 了，对吧？对应的组织有效期3个月，没有问题。下面的话是 Cloudflare 自带的自签证书15年的，它的话就不需要去自动的去续签，直接15年。这个的话我会结合下一个 Cloudflare 的加速节点来给大家操作看一下。这个15年的证书，我觉得大家没必要太执着于去应用吧，因为这种自动续签的也是没有太大问题的，没必要去折腾这个。但如果你说你有特殊需求，你就是想用，然后你也不太了解这个证书到底有什么用的话，那今天就大概的给大家来讲一下这个证书。这个证书你直接去应用的话，其实没有这个好用，因为这个是浏览器认可的一个证书，而这个 Cloudflare 自签证书，它只认可 Cloudflare， 浏览器是不认它的。等会我演示一下给你们看，你们就知道了。这里的话，我先来操作一下去申请这个自签证书，然后我们回到这里，我们去 SL 证书申请原服务器，让我给大家演示一下去创建证书。然后这里的话，它是以主域名，你也可以去设置为子域名，这里就默认其实就可以了。这样的话方便一点，你所有的子域名和主域名都可以用这个证书。然后这里最长就是15年，你也可以根据自己去选择一下。然后我们点击创建，然后它就会生成2个，一个原证书，一个私钥，我们要去把这个保存一下。我们先要去新建一个文本文件，我们先设置一个 PM， 回车，打开。OK， 我们点击一下它就复制了，我们粘贴进来，确保它这个格式都是正确的，然后我们保存一下，然后我们再去新建一个。Key， 然后我们再打开它，然后复制它，单击就可以复制了啊。我们再复制进来，然后保存一下。OK， 我们这2个就保存好了。
这里的话，这个原证书我们要以 PEM 为格式，我们这里再重命名一下。前缀的话随便 vp 点 pem，OK， 它格式就自动改了。然后这里也重命名 vp 点 key，OK， 这样我们可以看一下，它应该是，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虽然我们改了文件名，但是它的后缀格式其实还是文本的，但是我们这里看不到，我们可以通过打开这个文件夹，然后查看，去显示扩展名，这里它就会显示出来了，然后我们再去把 txt 给删掉，保证它的后缀格式正确，我们这里确认就可以。这里同样去改一下。OK， 这里就改好了。然后我们现在要去把原来的证书给它删掉，或者直接替换掉。我们这里不是这个，是139这个。我们回到这边可以来看一下它的证书路径。先重新登录一下。这里的话，建议大家可以先把这个保存下来，否则每次去查也挺麻烦的。这已经找不到了，没有关系，因为我们把它那个改掉了，我们新建一个，把它保存一下。复制。我们直接去后台，等会儿要在后台修改的。然后面板，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路径，对吧？然后我们可以直接去修改一下。我们登录到这个文件里面，怎么又是这个？对，这个。然后对应的是 VP， 这也就是它两个证书，对吧？我们可以把它删掉。你如果不放心的话，你可以就是备份一下，不管，直接删掉它，直接删掉它。我们删除之后，它的证书就不起作用了。然后我们把这个复制进来，它们两个就上传上去了，对吧？然后我们这里要到后台上去改一下，把它这里的文件对应的公钥的话就是 vp 点 pem， 就是以 pem 为后缀的，然后密钥的话以 key 为结尾的。OK， 这里保存一下，然后我们保存一下，保存，然后重启面板。OK， 这里它会提示不安全，对吧？没关系，我们继续访问，等会儿跟你说是什么原因。OK， 我们访问是能正常访问的，但是这里证书它变成不安全了。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证书，这个证书我们看到已经是15年的了 ，Cloudflare 对吧？但它这个证书是不受浏览器信任的，知道吧？那这个问题该怎么去解决？我们这边去修改一下我们的 DNS， 我们 DNS 其实现在还是一个未代理的状态。然后我们去开启代理，开启代理之后，它就可以去用边缘证书，它会自动用边缘证书。OK， 然后我们这里来刷新一下，它可能不一定能及时的刷新过来，它这边还没反应过来，它会有一个缓存的原因在那里。
它没有及时刷新没有关系。这里我们先去看一下另一个节点，我们来搭另一个节点。这个节点的话，就是通过 Cloudflare 来加速，我们来配置一下。刚刚应该是缓存证书没有配置好，所以一直没法访问。现在 OK 了。然后我们现在来添加一下入站。默认协议还是 VRESS， 然后备注的话，我们随便备注一下吧。这里可填可不填啊。这里端口还是要用我们的这个，我们换一个端口2083。然后这里的话，我们要选择 WS。这里主机我们可以用一样的，也可以用不一样的。然后这里有一个好处是什么？当我们用了 CF 的证书，那我们可以共用一个证书。当我们用同样的子域名的时候，就假设我用 BP2 点。这个路径大家随便填一下就可以了。然后这个的话也是一样，但这个也要同样去做一个解析。我们再把这退出了，没事，我们直接在这里复制一下，然后添加一条 A 记录 BP2， 对吧？然后保存。OK， 然后回到这里，然后这里选择 TLS， 这里的路径跟这里一样。OK， 然后这里的证书的话，因为我们是同一个子域名，然后刚刚的证书是所有子域名都能共用的，所以我们直接这里获取就可以了，用同样的证书。这里也可以用你这个域名都可以，我这里只是举个例子。然后到这里的话，我们整个配置就完成了，然后我们添加一下。同样，这个端口我们也需要去开放一下，否则它会无法访问。我们回到这里，我们打开菜单，然后选一下防火墙21，开放端口2083 ，OK。然后我们这里就可以去测试一下，复制一下，打开客户端导入一下。OK， 我们直接测一下真链接。OK， 成功了。然后这两个可以一起测速看一下。这两个速度有点问题，实际代理看一下，配置一下去访问一下。还可以，这个速度还可以，还是比较快的，对吧？那到这里整个教程基本上就结束了。这里的话，如果你没有域名又想快速去部署的话，我推荐大家用这个协议就可以了。如果你想长期稳定的话，可以选择这一个 CF 的加速方式。最后，如果你本身有 VPS 这个服务器的话，我还是推荐你可以自己去搭一个节点，无论是主用还是备用，也都是挺方便的。如果说你专门为了一个节点去买一个 VPS 的话，我这里肯定是不太推荐的。因为你单个 VPS 节点的话，你只有单个 IP 的网络节点，无论是实用性还是维护性起来都比较麻烦吧，我觉得。
相对的，你的费用也不会太低，那我可能更会推荐你去购买一个机场，相对来说，无论是从节点数啊，还是维护性来说，也不用你去维护，机场会维护，对吧？节点也会比较多，自己使用起来的易用性也会更高一点。最后，我这里放上了我自用的机场，有需要的可以去尝试使用一下。OK，那今天的教程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观看，拜拜。